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哦。大家想想看，这个题目我等了40年。这句话如果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现实中听到，你会觉得说话的人是谁？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台湾 AI 界的教父，前 Google 台湾董事总经理简立峰博士说的。你想想看，在我们大家，包括我，都还在为 ChatGPT 的横空出世感到惊叹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云淡风轻地跟你说，他等这一刻等了整整40年。哇，那个感觉，那个分量完全不一样，对吧？这代表他看的不是现在这1、2年的热潮，他看的是一个横跨40年的宏大叙事。他可以说是极少数从头到尾完整参与了整个现代 AI 发展史的台湾第一人。所以啦，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当他的学生，跟着简博士的视角来一次深度潜血，看看 AI 的过去、现在，还有最重要的，我们台湾在这场全新的全球赛局里面，机会到底在哪里？挑战又会是什么？ OK， 为了让大家能更有系统地理解简博士这40年的功力，这次的内容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首先，我们会跟着简博士的脚步回到过去，看看他这4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接着，我们会来解密一下 AI 到底为什么突然变这么聪明，背后的技术关键是什么。再来，我们会探讨通用 AI， 也就是 AGI， 它演化的5个阶段。这超级重要，因为这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方。然后呢，我们会把格局拉到最大，看看 AI 正在如何改写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最后，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会点出台湾在这场赛局中那张看不见的王牌到底是什么。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从简博士的40年预言开始看起。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要理解简博士的预言，你必须先了解他的经历。他真的不是现在这波 AI 浪潮才出现的专家，他是一个真正走过 AI 寒冬的先行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大家都不相信 AI 能成功的年代，研究没有经费，专案找不到人，但他却硬是坚持了下来。好，我们来看这一条时间轴，这真的不是一条普通的时间线，这根本就是简博士的 AI 人生。回到1985年，哇，那个时候我可能都还没出生呢。简博士说，当时他在台大念研究所，台湾对 AI 的狂热可能比我们现在经历的还要夸张。政府是直接砸上亿的资金，台大一口气送8个教授去 Stanford 学 AI， 整个气氛就是 all in AI。简博士那时候就选了语言模型，也就是现在 GPT 的爷爷啦。但故事总是有个但是，很快的技术撞墙了，热潮退去， AI 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进入了长达几十年的 AI 寒冬。你可以想象吗？到了1993年，简博士毕业的时候，他的领域被学界开玩笑说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冷门绝学。哇，这个坚持下来的毅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段冰河期真的很久，直到2006年转捩点出现了，他加入了 Google。在 Google， 他才第一次亲眼看到网际网路累积下来的海量资料，像燃料一样，把以前那些跑不动的理论引擎一个一个点燃了。他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以前不是理论错了，是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食物喂给 AI 吃。然后最戏剧性的来了，就在他2020年要退休前，那个彻底改变一切的 Transformer 架构横空出世。40年的铺陈，所有的点终于在他职业生涯的尾声全部连成了一条线。你想想看，这整个过程从高峰到谷底，再到现在的超级大爆发，他全部亲身经历。这世界上真的找不到第二个有这样资历的人了。好，那问题来了，到底 AI 是怎么在一夜之间突然好像开窍了一样变这么聪明的？很多人觉得这简直是魔法，但其实不是，背后是2个非常关键的技术突破，才终于解开了 AI 长久以来在语言这道关卡上的枷锁。第一个关键技术叫做 Word Embedding， 中文可以翻成词嵌入。这个技术听起来很学术，但概念其实不难懂。
你只要把它想象成 AI 去当一个超级书虫，把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字都读过一遍。它的任务不是去背单字，而是去理解每一个词汇的朋友圈，也就是这个词汇最常跟哪些词一起出现。来，我们看这个例子就更清楚了。你看 university 和大学这两个词长得完全不一样，对吧？一个英文，一个中文，那 AI 怎么会知道它们意思几乎一样？关键就在它们的朋友圈。AI 发现，不管是 university 还是大学，他们周围都很常出现教授、学生、校园、考试这些词。所以呢 ，AI 就在一个几圈维度的数学空间中，把这两个词的坐标点的非常非常近，把它们当成好邻居。这个技术就是 AI 能够跨语言理解概念的秘密。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用中文问 ChatGPT 问题，它却能引用英文世界的资料来回答你，而且整个过程你看不到任何翻译的痕迹。这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它让 AI 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能力，而不只是死板的对应而已。那第二个突破就是大家可能更常听到的 Transformer 架构，以及它最核心的武器叫做注意力机制。如果说刚刚的 word embedding 是让 AI 理解单词跟单词之间的关系，那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一口气能够理解整句话，甚至是整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阅读理解高手，当他在读一段文字的时候，他会自动抓重点，知道哪些词是关键，而且就算这些关键词在句子里离得很远，他也能够把它们串联起来，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让 AI 的理解能力从单字等级一口气跳到了篇章等级，产生了质的飞跃。好，了解了 AI 变聪明的底层逻辑之后，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因为它不只关乎技术，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简博士引用了 OpenAI 自己提出的一个框架，也就是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5个进化阶段。这个框架就像一张地图，可以帮助我们定位自己现在在哪里，并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看到这5个阶段像金字塔一样，能力是层层叠加的。第一阶段 Chat 聊天对话，这个我们在 ChatGPT 出现后就已经达成了，没问题。第二阶段 Reasoning 推理能力，也就是 AI 不再是直觉式的秒回答案，而是会像人类一样，先在脑中进行思考，再回答。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模型，你让它深呼吸，慢慢想，产出的答案品质会更好。这也是过去1年 AI 能力大幅提升的关键。第3阶段是 Agent， 也就是代理人。AI 不再只是给你建议，而是能从头到尾帮你执行任务。第4阶段是 Innovator， 创新者。AI 能解决连人类专家团队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第5个，也是最顶层的阶段，是 Organization， 组织决策者。AI 具备了制定战略、做出高层次决策的能力。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来了，我们现在到底在哪个阶段？答案是，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转捩点，也就是从第2阶段的推理，正式跨向第3阶段的代理人。这个转变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巨大，因为它代表 AI 即将从一个回答问题的资讯工具，进化成一个会自己动手做的行动工具。事实上啊 ，Agent 时代的迹象已经随处可见了。比方说，现在最强的 AI 程式码助理已经可以帮工程师完成大部分的撰写，甚至是自己找 bug、自己测试。还有，现在很多模型都有的深度研究功能，你给它一个题目，它会自己上网搜集资料、交叉比对、整理分析，最后产出一份完整的报告给你。简博士就开玩笑地说，你让这个 agent 跑个5分钟，产出的报告大概就是硕士论文等级，给他跑个10分钟，博士论文就出来咯。那你想想，如果我们给他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算力、更多的资料呢？他产出的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5年战略发展指南咯。这就是 agent 的威力，他开始能够自主地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闭环。好，
重点来了，当 AI 开始具备 agent 的能力，这就不再只是科技业的事了，而是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即将被彻底改写。我们接下来就把视角拉到全球格局，看看这场由 AI 掀起的新赛局到底有多残酷。首先，我们要迎接一个全新的概念，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是由微软的 CEO Satya Nadella 亲自提出的，他称之为代理人网络 Agentic Web， 意思就是未来的网际网络，主要的使用者将不再是人类，而是成千上万的 AI agent。以前的网站是设计给人看的，上面有很多漂亮的按钮、图片，但未来的网络服务会是设计给机器直接对接的 API， 它不需要那些花俏的界面。这张表格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转变。你看，现在的电商是我们自己去某某 PC Home 上面滑，去比价，去下单，对吧？未来你可能只要跟你的 AI agent 说，帮我买一个最适合送给5岁侄女的圣诞礼物，预算1000，他就会自己去跟所有电商的 API 对接、谈判、下单，然后直接送到你家。媒体业也是，以后我们可能不会再点击搜寻结果的连结了，因为 AI 会直接消化所有资讯，然后给你最精准的答案。这就是所谓的零点击经济。简单来说，所有依靠资讯不对称和中介服务来赚钱的行业，从房仲、旅游代办到各种顾问服务，都将面临根本性的颠覆。而这个巨大的转变将会带来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非常残酷的结果。简博士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察，浓缩起来就是这个数字1%。这就是简博士的 1v9 理论。他认为未来会有1% 的人类因为掌握了强大的 AI 能力而获得取代剩下99% 人类的权利。你先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哦，这个 M 型化的趋势会发生在所有层面。你我个人是这样，会不会用 AI， 你的产值可能会差100倍。公司也是，未来可能没有什么世界500强了，可能只剩下前50强，因为 AI 带来的效率鸿沟是小公司根本无法跨越的。然后最关键的，国家层面也是，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可能真的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够站在 AI 的浪尖上，那其他的国家呢？很抱歉，很可能会被彻底边缘化，变成简博士说的平庸的国家。这个词听起来很刺耳，对吧？但这就是 AI 赛局的现实，这不是一个可以人人有奖的游戏，而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战场。这个未来，我们真的必须要严肃面对。好，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焦虑，讲了这么多全球赛局的残酷现实，那台湾呢？身处在这个1% versus 99% 的世界里，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机会？重点来了，简博士点出了一个我们平常可能都忽略了，但却是我们最强的王牌。他把 AI 分成2个层次，看得见的 AI 跟看不见的 AI。看得见的 AI 就像是 AI 的大脑，包括了像 ChatGPT 这种语言模型、各种软体应用、演算法等等。这个领域毫无疑问是美国的强项，他们的大脑最强。但是再聪明的大脑也需要一个强健的身体来支撑它运作，对吧？而这个看不见的 AI， 也就是 AI 的身体，包含了半导体、硬体制造，整个物理层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台湾的王牌。我们掌握了全世界 AI 运作所必须的身体。数据会说话，大家看这张图，全球半导体制造的市占率，台湾一家就占了60%，而且在最先进的制程上，我们的占比更高达90%以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全世界不管谁的大脑再厉害，不管是美国的 OpenAI、Google， 还是中国的华为、百度，他们的 AI 模型要训练、要运算，就得依赖台湾制造的晶片。简博士特别强调，这个看不见的 AI 正是美国最缺乏的。美国有最顶尖的大脑，但他们没有大规模的晶片制造业，所以他们才如此需要台湾。这就是我们在全球 AI 赛局中最核心、最无可取代的战略地位。但是挑战也随之而来。
大家都知道，台湾长期面临五缺的问题，缺水、缺电、缺地、缺工，也缺人才。半导体制造是一个极度消耗资源的产业，在我们已经拥有全球霸权的同时，要如何用台湾有限的资源去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扩张，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而且迫在眉睫的巨大挑战。对此，简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战略解方，就是这8个字：硬的出去，软的留在台湾。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让硬体制造，也就是晶圆厂，勇敢地走向全世界，去用全世界的水、电、土地和人才来解决台湾的五缺问题。这就是硬的出去。但重点是，最高附加价值的研发、设计，以及最重要的，用来远端管理全球工厂的软体系统，要全部留在台湾，这就是软的留在台湾。如此一来，台湾就能从一个制造中心升级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神经中枢和指挥中心，让台积电真正变成世界的台积电，不仅能解决自身的发展瓶颈，更能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那个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我们正在亲眼目睹它发生的伟大策略。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第一， AI 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像简博士这样的前辈们长达40年厚积薄发的结果。第二， AI 突然变聪明的秘密在于它学会了真正理解语言，而不是死背。第三，我们正在从推理时代跨入 AI 能自主行动的代理人时代，这将彻底颠覆所有产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台湾在这场赛局中最大的王牌，就是我们掌握了 AI 运作不可或缺神体，也就是半导体。透过硬的出去，软的留在台湾这个大战略，我们有机会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神经中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只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